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触摸手工皂，我是依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啤酒 SPA 皂。前阵子我超爱看旅游影片的，那么就在一支捷克的旅游影片当中，看到布拉格当地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啤酒浴哦。那这个很特别，它就是3、5好友呢，他们一起到一个公共的啤酒浴场当中，那就在那里呢浸泡在啤酒中，还可以一边啜饮着啤酒非常的享受。那这个影片呢，我也得知到说原来啤酒呢不但能够保养我们的头发，它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好。那我就感觉到很有兴趣因为我先生他是一个喝一口啤酒就会醉的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来制作一款可以让他从头到脚浸泡在啤酒当中的啤酒 SPA 皂。那么这款肥皂也会适合油性肌肤的人在秋季的时候洗头跟洗澡哦。那么就跟我一起来做做看吧。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添加物的部分了。那我查了资料才知道，原来啤酒浴当中不是只有啤酒而已而是要添加酿造啤酒的材料，那就有麦芽、啤酒酵母和啤酒花，而且还要在一个松木桶当中沐浴才能算是正宗所以呢，我就找来了我能找到的材料。那这里呢，就是有这个啤酒花。那我呢买的不是那种萃取的定状的，我就是在花草茶店买到的真正的干燥的啤酒花，又叫做蛇麻。那呢用的量不会很多。那它这个啤酒花呢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植物稍微腐坏掉的味道，它味道非常特别，它一点点果酸香，然后有一点苦味，然后还有一点煤炭味它也是我们这个啤酒就是本身它的苦味跟香气的来源。好，所以呢我就不用太多，那这里大概就是一茶匙左右吧，就是干燥的啤酒花。那么另外呢，就是啤酒酵母。那这个啤酒酵母跟酿造啤酒的酵母应该是不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养品的，因为我们家有吃这个啤酒酵母它应该是酿造啤酒之后的副产品做成营养品。那其实啤酒酵母有非常多的这些营养素维他命 B 矿物质它对我们的皮肤跟头发都非常好。这个麦芽呢就找不到了，就算了最后呢，就是我找到了来自布拉格的啤酒，所以就用这个啤酒来做啤酒皂。那另外松木桶的部分我想说我就用这个大西洋雪松精油来代替吧。那么雪松精油味道很重嘛，那我们加一点甜橙的精油稍微平衡一下。好，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做啤酒皂呢，其实这个添加物你就不用加，没有关系。我只是觉得很有趣，想要来试试看。现在我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准备啤酒那因为啤酒当中呢，就是有酒精还有2氧化碳，那这两者对我们的皂化都会有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就是要先把它去除。那用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就是用加热煮沸的方法，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2氧化碳跟酒精都挥发掉。好，那我们就是把我们需要的量呢倒进去。那我这次呢会用的都是啤酒来取代纯水，那少部分呢的纯水我是会用来溶解柠檬酸，那等一下后面再讲好，那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在挥发的过程中连水分也会被挥发掉，所以你尽量多准备一些。好，比如说像这一瓶是500毫升嘛，那我就是大概倒一半。好，一半就是让它下去煮。那煮滚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火关小一点，然后呢让它继续沸腾20分钟。大家看，过程中会冒出大量的2氧化碳泡泡
好，那么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了。好，关掉之后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啤酒花，我们把它倒进去哦。我没有一开始就加进去，因为啤酒花它的气味蛮浓的，用煮的方式它味道可能会更苦哦。所以呢，我就是用比较热的这个水呢，我们就是用像泡茶的方式来浸泡这个啤酒花就可以了。然后呢，等到它凉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液体呢过滤出来，做成冰块。现在这个温度呢，已经降下来了，是34度。这样子挤一挤出来就是125克哦，那就差不多是我倒下去的一半哦。所以呢，你们如果要挥发酒精的话，你就尽量准备大约要2倍的啤酒。好，等到变成冰块呢，我们就可以来制作啤酒肥皂了。现在过了1天了，那我们的啤酒已经结成冰块，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做肥皂。好，在做肥皂之前呢，我有一个小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呢，我每次做肥皂的时候呢，我都会把我需要的工具材料像这样子准备好，好，一样一样的都准备好。还有包括我的配方表啊，还有我的模具。那么接下来我在打造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很从容哦，不会说很急急忙忙的啊，就是突然找不到什么东西。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边就是如果呢我的添加物或是一些材料会受到空气的影响，我都会用保鲜膜包起来。像这个就是我事先量好的啤酒酵母粉，那它遇到空气是不是就容易结块？所以我一定会用保鲜膜包起来。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我的精油，精油遇到空气是不是会挥发啊？好，那我们的这个氢氧化钠我也会先量出来，那它呢是潮解性的，最好呢还是用一个保鲜盒哦，它的密封效果会更好。那么另外呢，我这次还准备了柠檬酸。那柠檬酸我已经先溶解好了，我都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面，我希望它温度不要太高。好，那就是还有我的工具啊，还有大家都一定要准备的护目镜、口罩这个温度计等等。好，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好，那么我们先来呢准备碱水。那我们的碱水的主要的材料就是已经这个结冰的这个啤酒的冰块。那另外呢，因为我要做可以洗发的肥皂，所以我这次的配方是有添加柠檬酸的。那柠檬酸呢，我就是事先呢用一些水呢把它先溶解。好，那么这个配方我就会放在资讯栏。那么这个柠檬酸它的添加的方法，还有它的效果啊等等的欢迎大家去看我之前有做一系列的发皂的影片，里面有讲。然后我另外也有一支就是叫柠檬酸与皂垢的影片，那么也欢迎大家去看的影片。好，这2个影片呢都讲得非常的详细。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这个溶解的柠檬酸呢，就跟我的啤酒冰块我把它混在一起哦。好，那接下来我就是要倒入氢氧化钠来溶解了，所以呢，记得你们的装备要准备好手套，然后长袖，那呢一定要戴护目镜哦。那我自己呢是习惯就是溶氢氧化钠的时候，我还是会戴口罩。那一般来讲用冰块它比较不会有烟雾哦，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这里面有酸嘛，那我们的强碱倒下去的时候，它会有沸腾的现象。比较有可能会喷溅，但是因为是冰块，可能它的这个喷溅现象不会很严重哦。那所以我就会戴着口罩啊。那我习惯就是在溶解的时候呢，加入柠檬酸。好，那你们都可以去看我以前的影片，里面都有教学。好，那刚才我在准备给大家看我的工具材料的时候，你们应该有看到这盆水哦，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可能等一下温度会升得比较高，那我不希望它温度过高，所以我用一盆这个冷水，事先就准备一盆冷水来做一个隔水降温哦。那我们就把这个氢氧化钠呢倒进去。那么呢，你看我在搅拌的时候哦，可能会有一个突然沸腾的现象啊，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今天比较没有这个现象哦。
可能是因为我的柠檬酸写的柠檬酸水哦，也有做降温的关系。好，那我们再加一部分下去，因为都有一些添加物哦。好，然后又是冰块，所以可能底部都会有颗粒哦。那一定要把这个颗粒搅到没有感觉到有颗粒哦，然后才可以去降温。好，我隔水降温了，你看还有64度哦。好，再用比较冷的水再给它降温。这次呢，我使用的这些配方哦，我是为我先生设计的哦，一个啤酒皂嘛。那他的状况是说，其实他的皮肤，男生的皮肤通常都会出油，但是呢，其实他到了秋冬也不会那么油了哦，就是稍微也会觉得说，可能肥皂会有一点干。那我因为了让他能够洗头，我的椰子油呢还是有调的比一般的沐浴皂再高一点，但是我希望它能够洗头兼洗澡，一般男生可能都洗头兼洗澡，所以我也没有调得太高。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把它当成一个发皂的配方，纯粹是发皂的配方来讲的话，也许你会觉得这款皂的硬度会稍微低一点哦，然后它的起泡力不会像我们发皂那样子那么高，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因为对男生来讲哦，他的头发的量就是短发的量，所以其实也足够了。好，那我就是有加了山茶花油，山茶花油就有很高的油酸，它对皮肤头发都很好。然后芝麻油比较清爽，然后也加了荷荷巴的超脂在里面，还有一些蓖麻油。这次我蓖麻油就没有加太多哦。好，那么我们呢要先把这个啤酒酵母，好，这个啤酒酵母就是我家吃的早餐之一，那就是把它先跟我们的油混合在一起哦。我是把它当作是粉类的添加物。好，那在倒的时候呢，我会习惯就是用一个小筛子啊，然后如果过筛的话，这样子就可以避免那个结块的状况啊。再来呢，就是我这次的精油，它们都是不会加速皂化的精油。好，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先倒到我的油的里面，先把搅拌棒放进去，然后排气泡。这支搅拌棒就是上次团购的搅拌棒，那它已经团购结束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啊，因为价格非常优惠。那么其实我也还在适应这支搅拌棒的使用哦，因为它的马力比较强。那通常我都做比较少嘛，所以我目前我都是短按为主啊。好，那在之后呢，还会有一个真空包装机，就是我之前的影片用的那只真空包装机，会有一个团购的活动，到时候呢，我也会通知大家，然后价钱也是非常优惠。好，听起来就是非常低沉的声音哦。那因为呢，这支的马力很快，所以有的时候是可以用刮刀辅助一下。还有就是不要开的时间太长哦，就是短按就可以了。或者你们也可以用就是比较小、比较高的容器哦。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好，碱水大概是31.7度哦。那我的油品是29度，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温度才可以。大概我希望它大概在30度左右，因为我们这个啤酒啊，还有啤酒酵母哦，都是比较会加速皂化的。好，那我们就可以来打皂了。那基本上我的这个都已经溶解了，但是因为有其他的添加物哦，保险起见，我们就是还稍微过筛一下。我们就先这个手动搅拌一下，让它没有这个油水分层哦。那么搅拌的方式其实有时候要根据你们的这个搅拌棒的速度啊，还有你们的习惯等等。想要了解皂液的不同状态、各个阶段，如果呢你是肥皂的初学者，从来没有做过手工皂，但很向往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条手工皂，欢迎来上我的基础课程《零基础你的手工皂的第1堂课冷制皂基础教程》。这支呢新的搅拌棒它速度比较快，所以我都用低速，然后短打哦。好，
那再来呢，我就是用手搅拌。然后在用手搅拌的时候哦，其实你们是可以拆机的，啊，拆机的就不会那么重，而且也比较安全哦。先把这个皂液打到 thin trace 的状态，那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现在呢，皂液哦，其实它已经是类似 trace 状态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啤酒酵母本身哦，应该是有让它比较容易浓稠的这种状态哦。所以呢，我这次想要做一点分层，我先分一小部分，大概150克哦。那呢，我会做上下不同的颜色。那上面呢，我会加一点这是2氧化钛，然后呢，有用一点油哦，就是把它先调开。我会把上面的颜色调得浅一点，那感觉有点像啤酒的泡泡。那么下面这部分我是用也是早餐的可可粉，好，那是无糖的生巧克力哦。100%的巧克力，那我会加一点可可粉，也是用油哦，先调过之后呢，再把它做成这样子，像色液一样。那你说下面为什么还要再加？不是颜色已经很深了吗？其实这个啤酒它很特别，它看起来颜色深哦，到时候皂化之后，它颜色会变淡，所以就不会是这样子的深色哦。我想要颜色稍微深一点，好，所以就调一些可可粉。好，那我们再来就是把这个刚才加进去的这一些调色的部分哦，我们把它充分的混合之后，就可以来入模咯。我们现在来入模咯。好，那呢稍微挡一下哦，比较不会有气泡。好，皂液呢感觉还是蛮浓稠的，但还是流动的啊。那它上面有点凹凹凸凸的，其实没有关系哦。那我们再把第2杯呢倒上去，其实有点凹凹凸凸的，切起来反而比较好看了。那我们可以稍微就是把边缘呢，可以都要铺满。好，感觉它就稍微有点，也不是很浓稠啦，比较浓稠一点。那你可以用这一支刀子，我看一下哦。好，可以给它做一点就是造型，可以把它推一推，哈，让它有点造型，就是让它不要表面就是太平哦，太平就感觉上有点呆板这样。那我这次就是不要做得太规律啦，就让它有一点造型就好了。好，还可以。好，稍微有一点沾到。那我们就把盖子盖上。然后呢，因为它天气有时候很热哦，就如果你没有开冷气，然后它有糖分的话，那你就不一定要保温了。那如果说你家里的室温比较低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稍微保温一下。那我们就等48小时，再来看看结果吧。好，现在呢已经过了48小时了，2天。应该差不多48小时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肥皂它的状况怎么样？哦，还不错哎。好，上面呢我有把它颜色弄淡了，所以它有一点这个奶茶色。好，我不知道镜头前面看起来会不会是偏黄，但是我这边呢它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人体那种肤色，然后带一点咖啡的色调，所以就是那个奶茶的颜色哦。好，那脱模的情况，不错哦，很容易脱模。通常你的肥皂就是比较皂化完全的时候，就是可以感觉到这样，轻轻一拨哦，它就会打开，完全不会粘住哦。然后呢，你看这个矽胶膜，我只是轻轻一拨，然后它就自己掉下来。好，那就代表它皂化的很不错。好。哇，颜色还蛮漂亮的哦。不过可可粉它有这个一点一点的哦，我自己是不介意哦，我觉得还不错看。好，那我们把它切开来看看吧。我自己会切一个薄薄的一个测试片，
好，那我就是来切切看，说有没有过碱啊、分量放错这个状况。然后同时，这个测试片呢也会拿来做试洗啊，肥皂的试洗。哇，还切得真薄，很漂亮呢，感觉很滑哦，还不错。你们觉得好看吗？有这个啤酒的造型哦。然后味道呢，就是有点像是酒类，稍微有点发酵的味道哦。哦，对了，如果呢你们就是觉得很介意这个边边这边有高起来的话哦，有多出来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先拿刀子把它稍微削一下。我们先削一下，之后你们再修造的话，就会比较好修哦。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做一点造型，所以它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就是粘在这个模子的边边。哇，我觉得好好看呢，很漂亮哦，好看好看。好，看看另外一边。漂亮漂亮，那这个呢，就是有一边比较深色哦，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是啤酒还有可可粉嘛，所以它们都是天然的色素，然后外面那一层就是氧化框哦，所以它过一小段时间呢就会消失了，可能也许半个小时再看它就没有了哦，就是接触氧气之后，它内部也氧化了，所以呢，这个颜色呢。内外趋于一致，你就看不到那个框了。不错不错，哇，好可爱哦，就有点像一个山峰一样哦。本来是要做个啤酒泡泡的造型，很漂亮哦。最后这2块呢，稍微小一点。好，我们拿这个测试片来做试洗吧。好，我们看一下它的感觉。哇，可能是有放荷荷巴油。好，非常的滑，好，就是一浸泡到水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滑，很舒服哦。好，然后呢，你看我没有搓太多肥皂哦，可是我这样子稍微在搓揉的时候，你看就有很多泡泡了，所以它起泡性是不错的哦。好，那我们再多搓一搓。好，这个肥皂目前的质地还是有点柔软哦。因为我们有加了一些，就是糖分比较多，所以它会比较偏稍微柔软一些哦。然后水分呢也是稍微多一些，就是差不多1.8倍水。好，那它的泡泡呢是不错，它是柔软的小泡泡，然后非常的滑。好，我觉得这个洗皮肤是真的很润滑，那洗头发也没有问题哦，就非常润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感觉一下它冲掉之后呢，对，它就是我其实用了25%的椰子油哦，但是目前我感觉还好，就是洗后不会觉得皮肤很刺激。好，那么如果你是短头发的话，也可以拿来洗发；那么长发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哦。就是如果你有用肥皂洗发的习惯的话，好，感觉一下这个泡沫呢，对你来说是不是足够的？好，如果是不要隔太多天洗头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次非常有趣的啤酒 SPA 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喽。好，那也欢迎你们去做做看。好，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